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 深耕马来西亚房产16年。那近来呢，我有留意到一些影片，这个标题它就写着房地产它崩了、亏惨了、卖不出等等的。其实我看了这些视频过后呢，都很纳闷。所以今天这一支视频呢，我就想要跟大家一起看数据，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租赁数据一起来聊一聊真正的房产行情。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ng. 那这2-3年的时间里面呢，很多的海外朋友都拿到了 MM2H 第二家园的批文，或者准备做这个跨国资产的配置。当大家打开手机想要看一下这个马来西亚房地产的时候呢，经常会刷到一些非常多的很对立的，甚至让人焦虑的信息。有的人呢就说马来西亚是天堂，也有的人说这里有很多坑。那么变成说很多找到我的客户都会问我说 Ellie， 我准备把几百万的资金放进海外资产，那这里的视频呢，让我越看越心慌，到底我应该相信哪里的信息好呢？好，来到这边我非常理解这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呢，我就希望做一个10分钟左右，带大家一起看数据，看看真实合同，然后呢由你来做判断，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心里会更踏实一点。那为什么同一个城市呢，大家看见的信息会截然相反？这其实是跟这个信息视角有关。那任何一个成熟的国际城市无论是吉隆坡、香港、上海，或者是伦敦、纽约，二手市场呢，永远都会有这个5%到10%的业主，因为个人的资金周转、家庭的财务计划有改变，或者需要急售套现，所以在公开市场上呢，会看到一个折价抛售的案例。那打个比如说，有一栋楼，它总共呢就有500套单位，那也代表说呢，同一时间有可能会有20套是要转售的。那么这20个业主里面呢，就有可能是那一个业主就非常的着急要卖。那如果是谁买到了这一套呢，就等于说他买到了一个好价格，捡了个漏。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一个单位这个成交，它其实并不代表整个市场。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房产这个产品本身的分化，因为有很多人来到马来西亚买房的时候呢，会被漂亮的图纸或者高额的返佣而吸引的。那么在缺乏本地就业或者是高端租客支撑的一些偏远地方呢，当这个市场回归到理性的时候这些产品的租金还有变现能力就自然会受挫。与其我们去讨论说这个马来西亚房市好不好，不如去讨论什么样的房产呢，它是具备一个真正的抗险风险的能力，什么样的资产呢，可以给你带来这个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我们就挑选了3个大家最常关注的这个区域。那第一个地方呢，就是 KLCC 核心商务区。好，那来到 KLCC 呢，我们就看一下它代表作。因为 KLCC 这里呢是有一个天花板级别的房子，它就是4季酒店的住宅。那4季酒店的住宅呢，我们可以看见它成交记录，就在1年的时间，2025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成交了有22个记录的。那么22个记录里面呢，里面是有5套1、2、3、4、5套呢是超过马币1000万，其他的呢基本就是平均售价都在马币700万这个价额。大家可以就是透过这一个正式的成交，就可以看见行情它的这个需求依然还在，而且呢价格也在增长中。那我们就去另外一个酒店式住宅，这个呢也是属于 KLCC 区块里面的丽思卡尔顿住宅呢，就记录了11个成交记录。11个成交记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每平尺的价格呢是有提升的。还有呢，就是它的平均价格也涨了个17%，也就在马币498万，接近马币500万的这个价格。那接下来呢，还有KLCC 正对面的 Le Novell， 而这个楼盘呢也让我蛮惊讶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呢，它在这里成交量2个，不多，不过呢那个价格是差不多就是刷新记录的。因为呢这里可以看见有一套是成交在1400万然后它的尺价单价尺价是马币3600多每平方尺，几乎拉平了它对面的这个4季酒店住宅。这其实是说明了核心的优质地段的资产呢，本身就具备了很高的一个资金避险的能力。
卖了个好价格。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租赁市场。那么 KLCC 这一圈核心圈里面的酒店式品牌公寓呢，它的租金价格会在以每平方尺来计算，会在马币10令吉左右每平方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Four Seasons 这一边呢，实际在2万以上或者14000、15000以上的都有。而 Le Nouvel 这里呢也是租了1万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呢，在 KLCC 这一边，凡是酒店品牌的，然后2房以上的，它的租金已经是在出租着马币1万多以上的。那么看了这些租赁的成交过后呢，大家可能心里会想说，KLCC 核心圈这里呢，大部分的租客的背景是如何？那么我一直呢都有跟我的二手团队就是见面聊天，他们都有跟我分享，就是这里的租客大部分都是来自欧美国家的，还有中东国家，好像土耳其也有，沙地也有甚至呢日本也有蛮多的，就是他们都是在 KLCC 附近工作，他们的公司给他们租下这里的单位，以让他们方便步行去到上班。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 TRX 吉隆坡国际金融中心，因为也有很多人关注这里。那么这里呢，就有很多的国际金融科技企业还有跨国的巨头入驻，比如说华为、蚂蚁、PayPal、信安、Accenture 等等的这一些跨国企业。那这些公司引来了很多的科技新贵还有白领精英，所以在 TRX 这一圈呢，它的房子二手转售还有租赁呢，也就非常的活跃。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TRX Residence 是在2025年交付的。那么在2025还有2026的第一个季度呢，这里就记录了总共有39个成交量，然后呢，整体它的单价呢是有上涨的，就平均成交在这个2400、2500多每平方尺。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楼盘呢，在它刚刚发售的时候，就是在预售的时候呢，它的平均尺价是在马币2000到2200之间，所以现在呢，它建好了过后，二手成交是在2400、2500、2600，甚至呢，我在这边看到一个价格蛮惊讶的，就是最高是成交在2800还有3400每平方尺。大家可以发现到，其实如果它的这个楼盘它发展的好，它渐渐的成熟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上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另外一个，就是 Ajau Bukit Bintang。那这一个呢，它是属于 TRX 的周边一点点，那实际上也非常靠近 TRX 的这个楼盘。我就特地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做 Airbnb 的楼盘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它的成交记录里面呢，竟然有43个成交交易43个单位已经成功在二手市场转售的。那么它的成交价格呢也有上涨了，就是平均价格呢是在马币167万，然后呢这个它的尺价是在2000块每平方尺，也是有上涨的。因为之前在预售的时候呢，基本上它也是在马币1700、1800，那现在是成交在马币每平方尺2000，所以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租赁市场在 TRX 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公司的这个已经出租的记录呢，有看见3900到15000。在 TRX 这里呢，它最小的一个户型基本上就是一个400多平方尺的一个户型，所以它这边就租了个3900，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最低的租金价格。那最高呢就是去到15000，就是一个3房的户型这样子。那如果说在 Core Residence 的话呢，也一样，最小的户型都出租在4000块的话，就等于说是一个单人住的或者是一对情侣的这样子。那如果是3房的话，基本上都是1万以上的这个租金行情价格。而这里的租客呢，基本上都是跨国企业的管理层，非常的活跃。那么扣除了管理费过后呢，其实很多在这里的一手的这个业主他们真正的这个净回报的回报率呢，基本上是稳定在5%到5.8%之间的。在这么一个资本流动的金融区里面呢，这一种现金流的这个租金回报呢，放眼全球一线的城市是非常健康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第3个地方，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就是双威维乐城Sunway Velocity。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成交记录在2025年到2026年的第一个季度呢，我们就看见了它总共有这个31个成交，就是说单单只是在第2期，还没有加上第1期还有周边的其他的公寓，只是双威的第2期呢，
在1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转售了有超过30套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我们来看一下它价格，它其实就印证我之前在其他的视频有说过，如果是这种密集发展的话呢，基本上你在转售的时候，它的价格并不会说涨很多。不过好的地方呢，就是你在转售的时候，它也相当的快，因为双威城这一个地方呢，它毕竟就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医院啊、商场啊、地铁啊都有，所以呢，它就带来了一个强劲的刚需。说到刚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租赁记录。在双威这个楼盘里面呢，最小的户型就是一个套间。所谓的套间呢，它其实就是300多平方尺这样的空间，然后呢是没有客厅的那种套间，它就可以租马币1800，甚至呢2000都有。那么我有认识的一些业主呢，他之前呢购买的是一个双钥匙的单位，就一边是套间，他就租了2000。另外一边呢是一个1房1个客厅，他就租了3500，那整个单位呢他就租了马币5500，而实际上这个单位他在买的时候呢也不到马币100万，所以这种房子呢在出租方面呢，这个租金回报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果说在转售的话，它的价格也就是稳，大家就不要想说我要涨个好几倍。不过好处呢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卖的话，它也会非常快就能转手了。在这里呢，我也是有二手的团队就跟我反映说，大部分的租客呢都是陪读的家庭，就是说妈妈跟一个小孩来这边在市中心读书的，或者是在市中心上班的年轻人，本地人和外国人都有。那如果是在售卖方面呢，都是来自于本地的中产还有高净值的家庭，就是还在生活就是事业上拼搏，然后呢要靠近市中心，还有就是生活上的方便。而这一种呢是一个强劲的本地刚需的市场来的。好的，看完了这些数据呢，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轮廓。那么在我们做海外资产配置的时候呢，我时常都会对我的客户说，不要做情绪型的买家，要做一个结构型的买家。什么意思呢？情绪型的买家就比较容易会被网上的这个高调的看涨或者是悲观的一些情绪所牵动的。那么所谓结构型的买家呢，就是投资型的那一种，关注的呢是城市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比如说现金流法治永续的产权，以及它是否能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呢，给你还有家人提供一份确定性。那如果今天你已经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吉隆坡置业买了房子，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可以让你对于你的选择多了一份安心。如果你还在评估或者是观望，那也就希望今天的这个真实的信息还有数据可以帮你避开一些不必要的焦虑。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针对你手头上的资产做一次这个理性的市场租金评估的话，欢迎随时联络我们，我们的团队呢可以给你做一个1对1的分享还有分析。那接下来也就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就下一集视频见啦，拜拜。